赛季初，谁能想到英超冠军的归属竟然是曼彻斯特兄弟对阵北伦敦兄弟呢？曼城4-0大胜富勒姆，反超阿森纳榜首2分，净胜球也追到仅剩2个。现如今的双方同打36轮，下一轮将分别对阵对方的同城兄弟曼联和热刺。这剧本太有意思了，究竟是曼联狙击阿森纳，从而帮助曼城夺冠呢，还是热刺狙击曼城，帮助阿森纳夺冠呢？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赛后情书。这个比赛日故事还是挺多的。曼城兵不血刃富勒姆，对手战斗的心仿佛跟着他们放的风筝一同飞走了，准备度假了。除了阿森纳旧将莱诺和伊沃比，其他人全部出工不出力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下班。英格兰时间中午12点的比赛呢，曼城状态也不好，但是两相对比，明显还是更具精气神、更具能量的。阿森纳今年在富勒姆身上丢了4分，可见这个球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。但是呢，瓜迪奥拉今天的战术布置依旧是很有针对性。本赛季瓜迪奥拉尝试了多种阵容和战术打法，这也是他厉害的地方，主动创新，从不守城。3-2-4-1去年5冠王，今年发现斯通斯状态不好，于是果断弃用。来到赛季末，新开发出了2-3-2-3这个站位，这个站位还跟传统的4-2-3-1辨证不同，他是将右边前卫碧玺拉回来承担4号位组织功能，与科瓦契奇站在一条线上，同时让罗德里站在左侧，形成2名中卫之前的第一个3。左侧福登更是完全放弃了边锋站位，来到了哈兰德身边，与德布劳内形成双10，2名边后卫和哈兰德顶到最前面的3。后卫前置，边卫中置，打弱队快速回收球权，强调控制中场，将边路空当让给边后卫去冲击。那么随着格瓦迪奥尔的进步，曼城还是找到了得分的感觉。这个战术就是苦了哈兰德了。福登、德布劳内距离他越近，对手边后卫收的就更紧，那么哈兰德的空间就越少，他发挥的余地只能逐步被稀释。但是这也是赛季末曼城赢球最稳妥的办法。现如今很明显，曼城想积分拿满，不想太苛求净胜球。那么下场跟热刺就尤其关键了。现如今英超争冠形势其实很明确，阿森纳假设输或平了曼联，那么曼城战胜热刺将提前夺冠。阿森纳若赢了曼联，曼城平了热刺，那么最后一轮呢，阿森纳将带3颗以上的净胜球与曼城拼进球数。那么曼城是在主场迎战西汉姆，阿森纳在主场迎战埃弗顿，那就刺激了。也就是说曼城平主动权就拱手相让。但是呢，如果双方同时赢球，我觉得赛季也基本结束了。曼城最后一场比赛呢，打的这个富勒姆莫耶斯已经下课了，还是在伊蒂哈德手拿把掐，一点都不为过。所以说打热刺和打曼联才是重中之重。那么热刺呢，现如今有机会对曼城制造影响吗？要看热刺想不想了。热刺的后防线其实非常好，特别是在乌多吉在的情况下，个人能力是顶级的，中场又能跑。要是铁了心了，我就蹲坑，我在白鹿巷拿1分，我就要送阿森纳夺冠。那么其实曼城还真不一定说稳拿稳吃得下，还是要看看运气的。但如果热刺攻出来还是打奥博的高位，他的左后卫乌多吉不在，那就有着名牌的漏洞可以打。埃默松和斯基普不管谁在这个位上都是送菜的，包括热刺锋无力、麦迪逊状态又差，那曼城拿分我觉得相对轻松。阿森纳和曼联呢，那就更不好说了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阿森纳打赢曼联还是有想法吗？滕哈格需要赢球保命曼联跟阿森纳又是这么多年老对手了，还是在老特拉福德。虽然现在伤病重重，但是我觉得曼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，而且现在曼联已经跌入谷底了。根据我们对滕哈格的了解往往这个时候你绝望的时候给你来点希望。毕竟阿森纳已经4年没有在老特拉福德赢过球了这场比赛呢，我也会全程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述最后再提一下切尔西，那是蓝色的军团呢，仿佛又回来了作为英超球迷还是很高兴的，天赋满满，才华横溢，引援得当下个赛季切尔西会是一支充满竞争力的球队。